提到北韩，大家可能会想到它神秘又封闭的形象。的确，要搞清楚北韩2500万人民每天的生活有多艰难，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北韩的游客数量被严格控制，官方发布的数据更是常常被艺术加工成宣传素材。所以，想了解北韩真实的一面，我们得靠那些成功逃离的人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深挖北韩那些不为人知的黑暗真相，从极端的童工到不能大笑、不能开心的离谱规定，一次性告诉你所有北韩最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北韩的士兵日子不好过，这些所谓的精锐军队不仅每天累得像条狗，还要挨饿。普通士兵每顿饭可能只有2-3个土豆，或者直接啃生玉米粒，营养跟不上。士兵的平均身高都比南韩矮几公分。更惨的是，受不了的士兵还得被逼去偷东西，如果偷不到就要被惩罚。这些任务有时候简直荒谬，让人啼笑皆非。你以为只有士兵挨饿，普通老百姓也好不到哪儿去？北韩的粮食生产情况一直不乐观，种植面积和收成年年都让人发愁。更糟糕的是，疫情期间北韩实行边界封锁，本来指望从中国进口粮食的渠道几乎断了。虽然联合国和分析人士建议放松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以避免人道主义危机，但北韩政府显然有更大的优先事项，继续发展核武器。对了，去年金正恩还公开承认粮食供应紧张。说到北韩的航空公司高丽航空 Air Koryo， 它可是全球唯一一家被 Skytrax 评为1星级的航空公司。机上服务，不谈也罢，乘客的高级餐点可能是一块硬邦邦的面包和一瓶矿泉水。飞机上的背景音乐则是革命进行曲，宛如一场空中洗脑秀。虽然乘务员的服务态度还算得体，但整体飞行体验实在是槽点满满。夜晚的北韩，从卫星图上看就是一片漆黑，完全被中韩的灯火辉煌衬托成一个黑洞。平壤作为首都，晚上依然暗得像乡下，连月亮都比路灯亮。学生们不得不在街灯下看书，而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挂满了太阳能板，努力榨干每一丝能量来应付断电的日子。这种历史性电力危机和北韩高调宣传的核武强国形成了极度荒诞的对比。了解北韩的信息本来就很困难，我们尽力依赖可靠来源，并保持公平客观的视角。现有数据显示，北韩的儿童普遍缺乏保护，权利经常被侵犯。在这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约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而贫困问题还在不断恶化，许多孩子因此流离失所，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北韩约有1/4的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而最受影响的就是儿童，他们长期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堪忧。由于政府对粮食分配严格控制，供应却经常不足，家庭基本只能依赖这些食物，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新生儿的死亡率高达33%，即使是治疗营养不良相关问题的药物都十分稀缺，医疗设施资源匮乏且设备不够完善，导致佝偻病在儿童中广泛传播。尽管北韩声称提供免费医疗，但事实却是，许多家庭因昂贵的医疗费用而无法为孩子接受治疗。在北韩，生活不仅仅是单调，更是严苛到离谱。国家强迫居民长时间从事单调乏味且极其体力化的工作，还没有工会组织来改善劳动条件，即使是下班后也得参加政治会议或义务劳动，连喘口气的时间都很少。不过平壤的生活最近有所改善，夜生活文化渐渐兴起，不仅有更多餐厅，还新增了不少运动和娱乐场所，让当地人和外国人都能找到一点乐趣。不过别高兴太早，平时大家仍然过着朝九晚五的紧绷生活。北韩目前有约20个监狱劳改营和4个公开的政治犯劳改营，关押了约8万到12万名囚犯。他们的罪名通常只是行使了世界人权宣言下的基本人权，例如信仰宗教或表达不满，却被冠以反国家的罪名。
这些囚犯要忍受饥饿和强迫劳动，食物短缺导致他们普遍营养不良，健康状况极差。很多囚犯因为罪名轻重不同，可能被关押几十年甚至终生。而那些被迫出生在劳改营的孩子，更是从一出生就注定了囚犯的命运。北韩的父母如果想让孩子上学，还得自己准备桌椅，这些并不包括在学费内。而学生有时还要被派去完成政府安排的体力活，比如捡垃圾等。北韩有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法律，3代同罚。简单来说，如果你犯罪，不仅你自己会受到惩罚，你的子孙后代也将为此付出代价，甚至可能被判终身监禁。许多孩子因此生在监狱，长在监狱，只因为他们的血脉有罪。在北韩，你根本不可能换台看别的，因为他们只有3个电视台。为了防止民众接收到来自南韩或中国的广播，北韩还对进口的电视机进行特殊阉割，让他们只能接收指定信号。想在北韩玩创意，小心被抓。在那里，艺术创作几乎是禁忌，任何脱离国家规定的自由发挥都可能被视为叛国行为。曾经有一对南韩导演夫妇被绑架到北韩，为金正日拍电影长达8年，直到最终成功逃脱。北韩使用的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公历，而是以金日成出生年份1912年为元年的主体历。例如2020年在北韩就是主体109年。此外，每年的金日成诞辰被定为太阳节，是全北韩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金正恩刚刚颁布了一个相当离谱的新规定，整个国家的人只能从28种发型中挑选，男性有10种发型可选，都是清一色的短发。但讽刺的是，最高领导人自己那标志性的熊孩子头却不在名单里。至于女性，则有18种鲜亮的设计，据说灵感来自80年代的肥皂剧《豪门恩怨》。已婚女性只能剪短发，而单身小姐姐则可以留长一些。禁止的发型中还包括一些刺头造型。如果有人胆敢违反这条新规，可能就得和法律部门亲密接触了。别看朝鲜有互联网，但那是需要特别许可证的。实际上，大部分的网民只能用光明网这种本地内网，而且还是免费的。而国际互联网，那是政府和少部分人才能用的奢侈品。想在朝鲜刷网，对不起，28个网站随便挑。朝鲜的最高人民会议类似于国会，每隔4到5年选举一次，但候选人只有一个，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的成员。更夸张的是，这场选举的投票率和支持率基本都是接近100%。不过选票里也有反对票的选项，但敢投反对票的人可能会立刻面临失业、失去住房，甚至成为政府的重点监控对象。所以啊，这选举更像是一场人口普查，连不去投票都被视为叛国罪。你可能不知道，金正恩可是个篮球迷，他甚至对篮球规则进行了魔改。在朝鲜的篮球场上，扣篮得3分，不是2分。3分球如果没碰篮筐，可以得4分，而最后3秒钟的进球直接算8分。这种独特的篮球规则，是不是让比赛变得更刺激了？不过，金正恩自己家里就有 NBA 标准的篮球场，他还多次邀请前 NBA 球星丹尼斯·罗德曼来朝鲜交流。穿蓝色牛仔裤在朝鲜是违法的，因为它象征着美国帝国主义。为了避免西方文化侵蚀，朝鲜还禁止了一些发型和身体穿孔，比如打耳洞。如果被抓到穿牛仔裤，执法人员会让你先在路边自省，然后带你到青年联盟办公室写检讨，直到有人给你送来符合要求的衣服，才会放你离开。但即便如此，朝鲜的年轻人依然偷偷模仿外国电影和电视剧里的穿搭，真是潮流永不灭啊！住在平壤这样的首都，当然比农村条件好，但想搬到那里，对不起，得先通过政府的层层审批。平壤主要住的是党政高官和经济条件较好的社会精英，而普通人连进出城市都要拿路条。尽管平壤有300万人口，但街上常常空荡荡的，几乎看不到车流和人群，给人的感觉像是末日电影的拍摄场地。在朝鲜，
信仰宗教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有人被发现拥有圣经、祷告、唱圣歌或与宗教人士接触，都可能面临坐牢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曾有报道称，有人因为拥有圣经或看韩国电视剧被处决，甚至还被强制全程围观执行过程。这种极端的措施是朝鲜政府打压宗教和思想渗透的一种表现。据报道，朝鲜正在号召人民用自己的排泄物来制造肥料。由于严重的粮食短缺，这个国家的创新农业模式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过去朝鲜的农用肥料是从中国进口的，但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朝鲜封锁了边境，进出口贸易几乎停滞。因此，朝鲜宣布，搞定肥料将是2022年的首要任务。据报道，朝鲜官方媒体呼吁大家自力更生，生产自产肥。在咸镜北道，当局甚至发动了一场为期10天的肥料生产总动员，要求居民用人粪制作肥料，普通人需要交150公斤肥料，而国有工厂的工人更惨，每人要在1月4日至14日间上交500公斤。为了激励大家完成任务，朝鲜还推出了一种肥料许可证，达到指标的人才能拿到这个通行证，用于肥料交易。为了让大家有更多时间创造肥料，当局还特意将肥料市场的营业时间缩短了1小时。这种拼劲真是肥料界的内卷王。在朝鲜，完全服从政府是铁律，游客来了也不例外。如果你不想惹麻烦，最好老老实实听话。要知道，在朝鲜，太好奇可能会让你和导游都惹上大麻烦。朝鲜的旅游体验绝对与众不同，你的一举一动都被政府精心监控和安排，从旅游线路到活动时间，甚至你吃饭的地方，都是国家说了算。朝鲜国际旅行社会安排导游全程陪同，别指望有什么说走就走的冒险或者自由行，独自旅行是绝对禁止的，连从酒店出去都必须有导游带着。公共交通，想都别想，游客使用公共交通是违法的。如果你胆敢违反这些规定，后果不仅是自己倒霉，连导游也可能因此受罚。所以说，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些严格的行为和行动限制，建议还是别去朝鲜了。以上就是朝鲜不想让你知道的黑暗秘密。这些规则你觉得荒诞吗？或者其实每条都很荒诞？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别忘了去看看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次见，拜拜。